离婚冷静期出来前，老公说假离婚，把老房子过户给我，以他的名义再买套学区房。我欣然点头同意，爽快写下离婚协议书。他眉梢带笑说：“老婆，你真好，我保证等产证下来后，我们立马复婚。”我抬眸深情凝视，老公，你发誓骗我不得好死。他面色一僵，只一瞬间恢复正常。老婆，我发誓，顾言如果背叛林漾，让我不得好死。我缓缓笑了，很快他就会应试了，因为我重生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睁开眼，顾言正握着我的手，低头专心给我指看房型图。对面还坐着我婆婆，正笑眯眯地附和着：“老婆，你看绿亭这套房，120平，南北通透，而且在新城区，未来还有轨交。月月马上要幼儿园了，正好有对口学校，师资力量很不错的。”我垂眸看向正在侃侃而谈的男人，愤怒涌上心口。他不提女儿还好，他一提女儿，我就想起上辈子他骗我假离婚买房，故意将私下抵押出去的老房子给我，还拿走了所有的夫妻共同财产，将女儿的抚养权也一并拿去，为的就是跟小三丁敏光明正大在一起。不只想要我净身出户，还要我背负巨额债务。当他们光明虔诚地踏脚时，更过分的是，这个丁敏还是我带的实习生。为了让他转正，还去求了老板。没想到他不止在公司转正了，还在我老公面前转正了。想起愚蠢的自己，我就恨不得想扇自己几巴掌。等丁敏生下儿子后，我的女儿就成了人人嫌弃的拖油瓶。即使这样，我想拿回抚养权，丁敏还一脸坏笑：“林月在我们家挺好的，反正一天也就吃2顿，我就当可怜她，以后就伺候我儿子吧。”官司打了一轮又一轮，他们为了捂紧口袋里的钱，一个避而不见，一个在公司造我跟老板的黄谣，逼得我分身乏术，工作频频失误，最后被公司暂停工作，回家反思。直到高利贷上门收房，我才知道我拿到的老房子，顾言背着我私下民间抵押了3次，套现200万。我不仅女儿没了，工作没了，连房子都到欠债，两眼一黑之际，被高利贷推倒，摔下楼梯，当场就死了。我忍住拼命上涌的恶心，线下还不能撕破脸皮。我要女儿的抚养权，还要她一无所有，身败名裂。我的指尖用力抠进了顾言的掌心，他痛的一下甩开我的手。顾言捂着被抠红的手掌，有些委屈地看着我：“老婆，你怎么了？”我压住心头的愤怒，眼尾染上了红，捧起他的双手呼了下：“我不是故意的，房子很好，只是我们没那么多存款，现在2套房首付要70%。”我想到女儿就心痛，说完我就捂住面颊，小声啜泣起来。女儿月月在肚子里时，顾言他妈非要过来照顾我，说我请保姆是浪费钱。他腿脚利索，又生了2个孩子，经验丰富。顾言是个孝子，自然心疼他妈，退了我雇的保姆。刚开始一切安好，3餐都算正常。后来他带我去了一家私立医院做4维彩超，那个医生是她的老闺蜜，告诉她我这胎怀的是个姑娘。自那以后，她就明里暗里表示，等出了月子就准备生2胎，必须要生孙子，不然在她老家那里抬不起头来，死后都不能去祠堂买祖坟。在我明确表示未来几年都不打算生2胎后，她整个人态度都变了。只要顾言加班，家里的餐桌上只有冷菜白馒头，我只能叫外卖吃。更过分的是，
他会故意在门口等外卖，将我的外卖倒给下面的流浪狗。吃不好睡不好的情况下，我早于预产期1个月生下了女儿。当时女儿在肚子里就有点缺氧，医生让剖腹产，婆婆非要拦着，说什么都不让剖。最后还是我爸妈从苏城赶过来，签字送进了手术间，不然说不定当场就一尸两命了。不过时间拖得久，女儿出生后身体一直不算好。顾言知道是他妈做的那些上不了台面的事，为了安抚我，给我女儿取名林月，还非常强硬的让他妈搬出我们家，给我订了最好的月子中心。那时我觉得真没嫁错人，顾言就是我要共度一辈子的人。谁能想到最后他将我逼进了死路，只因为他也重男轻女，被他妈荼毒的思想。我忘了那句有其母必有其子，上梁不正下梁又好到哪里去。我心下顿生一计，前世我想过无数次，如果可以重来，我定要他们一家一无所有。顾言将我拥进怀里，假惺惺地说道：老婆，楼下张望他们家就新买了套房子，首付35%，税就省了10几万。我抬起脸，泪眼朦胧，半真半假。他们家不都限购了？怎么买的？这边海城的政策就是首套首付35%，契税1.5%，而2套就要70%，契税也翻倍。单身可买1套，婚后能买第2套。张望跟他老婆假离婚了，把现在的这套房子过户给他老婆了，用他的名义贷款的，还是首套。我犹豫了下，假离婚，这不会被查到吗？他手指刮了下我的鼻子，傻老婆，他们的流程都是真的，谁都查不出的。我婆婆小眼睛滴溜溜地转，能省多少？顾言神秘伸出一只手，利息契税便宜，最少50万，这么多呀！我捂住自己的嘴，表示惊讶。没有风险，一点风险都没有。2个相爱的人，不是一张证书能分开的。顾言深情款款地看着我，让我胃里一阵恶心，强忍着他的油腻。我深情回望他，老公，你说的对，那我们合计合计。顾言一听这话，立马来了精神，连他妈眼中都闪烁着奇异的光芒。他拿出计算机，啪啪摁了起来。1000万，税费15万，首付350万，我们最少要准备365万。老婆，你卡上还有多少？看着他灼灼目光，我微微蹙起眉头。我这卡上也就100来万。老公你呢？他正愣了下，大概没想到我卡上就这么点钱。倒是我婆婆先激动起来，你工作7、8年了，还是总监，怎么就这么点存款？我抹了抹眼角说道，前几年老家小叔子要造房子问我们借钱，妈你说他没亲人，以后要让顾言摔盆，这是荣耀。他家要借30万，当时说好了2年就还。顾言钱套在股市里，是从我这拿的30万。还有啊，顾婷婷从高中开始的学费，大学的学费、生活费每个月都是我给的，每年也要5、6万。妈，你吃的这些补品养生药，还有每个月固定的疗养院费用，每年也要7、8万。婆婆尴尬一笑，都是一家人，这也是你应该的，100万也不够啊。我笑笑，这不是有顾言，他在外企大厂，不比我少，一年也有50万了。这几年家里他每年也就拿10万家用，少说也有小300万了，加上我这100万，够了。顾言面色尴尬，时不时看向他妈说，老婆，我的钱都套在股市了，亏了不少。我知道他没有，他的钱有1半都给他妈了，还剩的都花在丁敏身上了，手头估计也就7、80万。他本来就是想空手套白狼，那我就给他来一招釜底抽薪，实在不行
就不用假离婚了，直接把这老房子卖了吧，凑一凑也能付70%。顾言跟他妈同时开口：“不行。”我敛下眼眸，果然母子齐心。看来他妈也知道儿子出轨了。我问：“怎么了？卖了以后，你爸妈来住哪里？卖了你这做女儿的能安心？”我婆婆煞有其事地劝慰：“妈，你说的对，我妈当初还贴了100万呢，不能卖。”说完我就低头沉思，手上写画画，算着自言自语：要是先从哪里挪个200万就好了，我下个月业绩肯定不错，可以先向公司申请下年终奖。果然我刚说完，我那精明的婆婆立马接口道：“儿子，小丫，妈这边还有点棺材本，是他爸车祸赔的保险金，妈先拿出来给你们垫垫。”我听后感动不已，连连摇头：“怎么能拿妈的钱呢？能的，都是一家人。”婆婆急切要拿钱，我知道丁敏已经急得不行，她威胁顾言，要是不把我扫地出门，她就打了肚子里的孩子，让他们老顾家永远没孙子。我推诿了下，笑了下，不能白拿妈的钱，我看这样，妈拿钱，老房子直接过给妈名下，等我拿了奖金，立马还给妈，不能耽误月月入学的时间。顾言听后，蹙紧的眉头立马松了，而我在心底讥讽地笑了。他这房子已经套现了一轮50万，高利贷之所以可怕，是因为复利滚动，要不了2个月就翻数倍。这房子在我手上始终是个雷，放他妈名下，他总不能不救他妈吧？房子钱款的问题解决了，剩下的就要聊孩子的归属问题了。孩子是我的软肋，也是我的执念，这一世我绝对不会让顾言将他抢走。孩子我要定了。我在网上打印了离婚协议模板，老公，你看下面关联的新闻，好好玩。我将手机递给顾言，上面的新闻是：男子骗女子假离婚，并且设计夺走孩子抚养权，母亲在法院门口哭得晕倒。顾言脸色一变，笑得有些难看，这真是人渣，要下18层地狱的。说得好，我爱听，毒咒再多发点，死的就更快了。我老公才不会做这种事情，我们的离婚协议就按这个模板写吧，反正是假的，不作数。我把协议拿给他看，婆婆也探头查看，在看到条款时愣了下。女儿抚养权归母亲所有，每月支付抚养费、生活费1万，一次性付清至小孩18周岁，探视权归女方，男方不可私下探视。婆婆脸色不太好看，小丫，这个模板好像不合理。顾言点头，我耐心解释，妈，我们又不是真的离婚，上面的抚养费也就随便写，都是一家人。我还能要顾言真转账？婆婆还有些疑惑。我老公冲他妈微微点点头，他立马噤声：“好，我们就按这个写。老婆，你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。”顾言拍着胸膛，一脸真诚。我柔弱地低下头，抹了抹眼角。前几天我妈打电话来，说想月月了。小时候月月身体不好，不能平躺着睡觉。他抱了1个多月，孩子这么大了，都没回苏城好好看看他们。这次我们虽然假离婚，万一被有心人说给月月听，他会难受。我想把他送我妈那晚几天。顾言听到不是其他要求，顿时松了口气，这都是小事。月月托班不是放假了，我们带她回苏城住2天。我笑了笑，老公，你们公司挺忙的，正好这回买房，我问我妈再拿点装修钱，我送月月回去就行。你在我不方便跟她开口。顾言还想说什么，我婆婆在桌下撞了下她的腿。也好，回去陪你妈2天。我将离婚协议一式2份打印好，她爽快签下字。顾言眉梢带笑说：“
老婆，你真好，我保证等房产证下来后，我们立马复婚。我抬眸深情凝视，老公，你发誓骗我不得好死。他面色一僵，只一瞬间恢复正常。老婆，我发誓，顾言如果背叛林样，让我不得好死。我缓缓笑了，很快他就会应试了，而且谁要跟他这根被别人用烂的黄瓜复婚？我嫌恶心。对了妈，上回你不是一直想去云南玩吗？我给你报了旅行团，等我们房子过户手续办完，你去玩2天。婆婆笑得眼睛都弯了起来。我起身往卧室里走去。上一世这个时间，我也给她报了旅行团，毕竟是顾言的妈，想要跟她修复下关系，以后月月上学还得麻烦她接送。没想到她去了云南，在玉器城跟人起了争吵，砸了人家好几个玉镯子，被人家店家扭送进了派出所。为了捞她出来，我连夜赶赴云南，赔了近15万，还低头弯腰跟人道歉。回来后，顾言房子都买好了，还跟丁敏领了结婚证。丁敏趁我不在的时间，将我女儿月月藏了起来，还在小区散布谣言，让周围邻居误会我为了会情人抛夫弃女。他甚至在某抖上发了内涵视频，威逼利诱，刺激我女儿，让她以为妈妈不要她了。月月在视频里拼命哭喊要妈妈。我被网络键盘口诛笔伐，进行一场所谓的网络陈塘，打上荡妇的标签。更心碎的是，从那天开始，我与女儿开始了一场漫长的失联，整整2年。月月从小乖巧，皮肤雪白，笑起来有2个浅浅的梨窝，温暖又贴心。我每天只能坐在老房子里，看着她的照片，用对她的爱意和对顾言一家的恨意度过漫长的日子。我以为会迎来春暖花开，没想到是绝望的深渊。死后我才知道，灵魂是有重量的。我的执念是我女儿月月，在没看到她之前，我不甘心死。在消散之前，我被拉扯到了女儿身边。那是个狭小的储藏室，只有不到4个平方，里面甚至没有一张床，墙角凌乱地堆砌着泛着黄的被子，破损的被角露出黑灰色的棉花，而我的女儿月月就蜷缩在被子上，将头搁在双臂间。她被丁敏带走的时候4岁，干净又漂亮，而现在6岁的姑娘手脚纤细，双手粗糙蜕皮，大腿上还有隐隐的淤青，乌黑的双眸早就失去了光彩，呆滞又刻板。我心疼的整个灵魂都在站立。月月，我是妈妈，宝贝，你看看妈妈，都是妈妈的错。月月好像感应到了我的存在，慢慢抬起头，向我的方向摸索着，嘴唇嗫嚅了下。妈妈，声音嘶哑破锣。小小的身体猛地摔在被子上，她的眼角有点点泪水，双手紧紧地抱着一个破旧的玩具熊。妈妈，我疼。月月，哪怕我用力呼喊，拼命靠近，我与她之间仿佛有道无形的屏障，我只能眼睁睁看着她摔倒，却无能为力。妈妈，你什么时候才来接我？我都这么乖了，你为什么还不来？我痛恨软弱又愚蠢的自己。顾言和丁敏就是知道，只要月月在他们手上1天，我就会投鼠忌器。他们狠狠地捏住我的软肋，残忍地折磨着我的心头肉。在他们眼里，我的女儿是工具。他们甚至为了不让我找到月月，将她关在狭小的储藏室，不让她上幼儿园，还在身体上折磨她。她才6岁啊！我的心一片血淋淋，身体不断撞击着屏障。外面传来孩童哇哇大哭的声音，是那么洪亮，脚步声从远而近，踏踏踏，震耳欲聋。月月听到拖鞋的声音，整个人4脚并用地往角落里爬去，嘴里念念有词：
敏敏阿姨，不要打我，我错了。丁敏用脚踹开门，骂骂咧咧地进来。小畜生，一刻都不能安生，叫什么叫？你妈不要你的，没人要的赔钱货。他高大的身躯站在狭小的门边，外面亮堂的灯光照射进来，透过他的背脊，显得他整个身影狰狞又恐怖。而他身后，我婆婆正抱着她的大胖孙子，轻轻哄着：“阿敏，小孩子不听话就要打的，棍棒底下出孝子，死丫头片子，还想着他那晦气的妈。”丁敏拧着的眉松开，顺手拿过顾言挂在门口衣架上的皮带，眉宇间嫌恶分明，又带着隐隐的兴奋。皮带甩着劲风，一下就抽在我女儿的小腿上。她撕心裂肺的哭喊瞬间传来：“不要打我，好疼！”月月一哭，另一边的胖小子也跟着哭了起来。丁敏更生气了，面色一沉：“叫你哭，跟你那妈一样。她不是瞧不起我农村人，独生子女有什么了不起？不是炫耀老公买的香奈儿，还说我学习能力差，心思浮动。我不是照样嫁给了你爸爸，做了你妈，我打你你就得受着。谁叫你是丫头片子？”我疯狂撞击的屏障，无声的呐喊，就因为我好心劝他不要一味的为家里付出，要学会爱自己，努力上进。他的弟弟每次要钱，他宁可缩衣节食，将实习工资都打回去，自己就吃白馒头就矿泉水。无意间被我撞破他那可怜的自尊，我跟老板提了提，将他提前转正。他就如此怀恨在心，甚至毁了我的家庭，毁了我的女儿。原来骨子里贫穷低贱的人，是你怎么引导都没用的。顾言下班回来，就听到乱成一团的哭闹声。我祈求地看着他，希望他至少能阻止一下发狂的丁敏。没想到他眉眼冷漠，只是淡淡说道：“声音小点，被投诉了，居委会又要上门。麻烦。”这个男人占据了我的半生，从大学到结婚生女，我跟他在一起12年，居然没看透他的冷血。犹记得那时候在大学，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衣服，站在学生会门口，求会长给他一份兼职，语气是在求人，身体却站得板正。哪怕会长最后拒绝，他也只是淡淡说了声谢谢。一副人穷志不穷，深深打动了我。他转头的一瞬间，抬眸眼睑之间那冷冷的模样，我一眼万年。后来我帮他找了份图书馆整理书籍的工作，闲暇时我就爱去逗他。隔着书架，在那隐秘的角落，我在他的唇上亲吻，我们坠入爱河。他说：“小样，你永远是我的最爱。”而现在女儿月月在他眼里只剩下麻烦2个字，愤怒席卷着全身。窗外风一阵阵起，胖小子哭得惊厥了过去。他们全家再也顾不得月月，匆忙穿上衣服，带着孩子去了医院。我看着月月缩进破旧的被子里，抱着我给他买的小熊，小声啜泣：“月月会逃走的，妈妈不会抛下月月的。”我的心都要碎了，恨自己不能手刃了那个人面兽心的家伙。恍惚间，我终于突破屏障，拥抱住瘦弱的女儿，喃喃道：“妈妈爱你。”耳边有叹息声：“那就给你们次机会吧，好好珍惜。”回想一次，心脏就疼一下。指尖将那份旅游指南掐出深深的褶皱。我打开微信，找到旅游小王，帮我把云南豪华旅游团改成拼夕夕购物团。小王回复很快：“姐，那个都是购物，没啥景点玩的。我妈就想去花钱，她最喜欢那些玉镯。”小王的正在输入显示了很久，缓缓发来：“行，我一定带阿姨买的开心。”非常爽快地将2个团之间的差价退了回来。豪华景点团1个人要2万多，购物团只要3000，
这余下的钱，我要给我妈买个大金镯子，摔不烂的那种。我把旅游团资料拿给我婆婆，妈，下个礼拜玩得开心，我安排了一对一服务的，有要求你尽管提。我婆婆这人平日里嚣张跋扈惯了，对我家原来的保姆也是趾高气扬，觉得我花钱了我就是上帝的样子。我婆婆笑得欢，旅游太花钱了，万一看中的什么，我一老太婆也没钱买。我低垂下眼眸，从钱包里抽出张白金信用卡给她，妈，这个卡额度50万，哪里都能用的，有什么想买的你就买吧。顾言正在阳台上打电话，整个眼角都带着笑意，看来是迫不及待想跟丁敏汇报了。我不动声色继续说道，妈，卡你放好，别让阿言知道，他又要说买那些石头没用。我婆婆拿了卡，语气都温柔起来，是啊，臭小子一点都不想着他妈，真是娶了。他大概意识到说错话，又硬生生转弯，还是媳妇好，半个女儿，贴心。我也笑得自然，反正又不是我的卡，我巴不得老太婆刷爆他儿子的卡。本来这张卡是他们单位分发下来的硬指标，顾言觉得卡费贵，我觉得留着应急挺好的，这不就派上用场了。婆婆说，我走了，楼下那小黄谁喂？我回神笑笑，妈，这不是有我跟顾言离婚不离家，喂一下方便的。顾言打完电话，神清气爽地出来，拿起放下沙发上的西装，老婆，单位临时有事，我要出去一趟。我起身帮他整理领带，晚饭回来吃吗？不回了，要陪客户喝酒。我内心腹诽，陪客户喝酒，还是跟丁敏庆祝，庆祝摆脱我这个原配，庆祝他们一家3口得偿所愿，踏着别人鲜血的幸福，真的会长久吗？我冷笑了一声，手指用力将他的领带狠狠抽了一下。顾言猛地拍我的手，脸被憋红一片。老婆怎么了？我扯了扯嘴角，想到要住新房子了，有些激动。他弯腰俯身，想在我的唇上亲一口，我偏头躲过了。谁要跟烂黄瓜亲嘴？我怕忍不住将他舌头咬下来，唇有些蜕皮哦，难受。顾言摸了摸我的头，目露心疼。C 家出的新润唇膏不错，老婆你可以试试。一个交卡费都要斤斤计较的人，1000多的润唇膏倒是舍得。顾言走了，我婆婆也迫不及待的要去将定存转活期，家里一下子冷清了。我抓紧时间找到我的电脑，登录那个为顾言新申请的 iCloud。顾言的手机是去年生日，我新送给他一台苹果，顺手还帮他开通了2TB 的云内存，自动上传保存数据。可没用2个月，出差回来，他说手机弄丢了，又说苹果用不习惯，让我买了个安卓手机。后来我就发现丁敏换了最新款的苹果手机，那时候我还傻乎乎地问他，小丁，你这最新款手机1万多呢，终于舍得对自己好了。他满脸喜气，眼睛里有着得意，是我男朋友送我的七夕礼物。我登录上去后，果然显示云盘内存已用200G。我打开照片流，果然看到丁敏一张张臭美的照片，还有很多大尺度的床照，都是趁着顾言睡着的时候拍的。我甚至惊讶，丁敏居然会蠢到直接用顾言的账号上传云盘。后来在一家家照片中，我逐渐拼出时间线，他们就是之前我让丁敏去接月月那天碰到的。天下雨，他没带伞，狼狈地躲在托班门口，楚楚可怜。一身白衬衫，若隐若现。顾言只是顺手将西装披在他的身上，给他点了杯热乎的奶茶。丁敏就有了歪心思，一个蓄意勾引，一个想尝尝野花香。
我将那些不堪入目的照片保存备份进 U 盘，随便找了个电话骚扰软件网站，花了50块，将顾妍的电话号码输入进去。未来12个小时将会有无数骚扰短信不停地给他弹屏。早跟他说了，安卓手机开放源，隐私就是透明内裤，看似遮了，其实什么都没有。果然，10分钟后，一个陌生电话打了进来，顾妍晕乎乎声音传来：“老婆，我手机故障了，我扮演一个贤妻，没事吧？应该没事。我关机了，老婆，今天晚上要加班，我赶不回来了。”我笑了下，拙劣的演技，语气却是担心。那你注意身体。挂断电话，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陌生号码是丁敏。我拿出备用机，试着搜索号码，果然跳出来一个女性头像。点开一看，可不就是丁敏。我点击添加，我是某某银行贷款部经理。发出去，我也不能肯定丁敏会加，不过有一半的把握。他们现在肯定很迫不及待想知道怎么才能买房。我将手机扔在一边，登录顾妍的微信。第一个号码上面干干净净，什么都没有。我突然想到，装宽带的时候送了个号码。我试着登录了下，果然头像是他。刚开始我以为顾妍是个高冷的人，其实是他自卑又敏感，因为他农村出来，什么都不会，所以只能装高冷，掩盖他那可怜的自尊心。哪怕到了现在，他依然是这样。微信当初也是我给他申请的，密码用习惯了这么多年都没换过，一试就出来了。我谢谢他的懒惰，这些年我真是把他宠坏了，以为乞丐穿上西装就能掩盖他身上的恶臭。上面的聊天记录详细记录了他们的每一次谋划，从刚开始都是丁敏在分享他的日常，渐渐的，顾妍迷失在丁敏精心编织的美梦中，在他一次次的严歌好棒中被高高捧起，直到丁敏怀孕了。我怀孕了，但严哥，我不会为难你，我现在就在医院门口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我立马打了他。我做了错事了，怎么可能怀孕？丁敏发了个娇羞的表情。严哥，你忘了，我那天穿了条性感裙子，你当时就把我扑倒了。那天没做错事，我不能离婚，但敏敏，我也不想伤害你。想得真好，家里的舍不得，外面的野花也想要。严哥，我都知道，可是这是个男孩，我舍不得。我们都是农村出来的，我家重男轻女，你知道的。万一我打了，以后再结婚怀不上男孩了怎么办？这聊天记录看得我好想吐，简直就是玷污朴实无华的农村人印象。明明是他自己骨子里的重男轻女思想，明明他自己就是女的，受尽委屈，吃了多少生活的苦，最后还是活成了他母亲的模样。一切为了生儿子。你想带着我的儿子嫁给谁？我不允许。你是我的女人，我儿子只能信顾。那怎么办？林漾姐那么强势，你会一无所有的。别担心，我会有办法的。他的办法，利用我的真心，骗我假离婚，用女儿月月来要挟，给我设下一个个圈套，看我泥足深陷，他却飞黄腾达。所有的证据保存好，我退出微信，连夜收拾好月月的行李，以防发生变化。我联系了闺蜜江英，没说其他的，就说这2天有点事脱不开身，把月月放她那2天。江英也是上辈子唯一对我不离不弃的人，一直陪我收集证据，一次次站上法庭席。看看时间，我特意洗了个澡，伸手拍了拍自己的脸颊，紧张的深呼吸，在托班门口不停地踱步。我的女儿月月，时隔700多天，我终于能抱到我的挚爱了。托儿所的音乐响起，小朋友们在老师的带领下，迈着可爱的小步伐走了出来。
月月今天穿着一身奶黄色的衣服，冲着我拼命挥动小手，我眼眶中湿了一片。他礼貌地跟老师挥手道别，小跑着飞扑进我的怀里。妈妈，月月好想你。他无忧无虑，只是与我分开一天，就抑制不住自己的想念，而我整整700多天，终于将他抱在怀里，闻着他身上淡淡的奶香味。妈妈也好爱你。此刻我才真切感受到，我真的活了，可以重来一次。我的女儿是我的软肋，更是我的盔甲。我要上辈子那些伤害她的人不得好死。我将女儿带去必胜客，点了她最喜欢的披萨。她抬眸眨着圆圆的大眼睛，不解地看着我。妈妈，奶奶知道了要生气的。我那婆婆对这种快餐充满了恶意，觉得就是中国大饼上面放2片肉，居然要卖100多，而她自己呢，买的假石头抽屉里都放不下。她还在说育养人，你们懂什么？她几万的育养人，我女儿就不配吃100的披萨。以后我们月月想吃就吃，不用管她。我摸摸她可爱的哪吒头，心里满满的爱意。月月吃了块披萨后，就转头有些难过地看着我。妈妈，月月做错事了。我一怔，上个月爸爸带我来吃披萨了，我没告诉你。我笑了，这算什么事？与我们一起的还有敏敏阿姨。她说这是我们3个人的小秘密。我的动作停下，正愣了下，重生回来，很多记忆有些混乱。上个月丁敏接手了一个小项目，她做主理人，我从旁协助，也是想让她拿个好成绩，拿到奖金的同时早日转正。我们公司与其他公司不同，实习期6个月后还有1年的考察期，正式转正后待遇翻1倍。我可怜她家里重男轻女，可怜她一辈子为了弟弟而活，她却窥视我的生活，妄想取代我，一步登天。妈妈，我看到敏敏阿姨的脚放在爸爸腿上，爸爸说阿姨是脚上扎刺了，倒是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。爸爸的腿当然是只能妈妈放。月月一脸认真，孩子的世界非黑就是白，从来没有灰。我膝上的手掌握紧。月月，妈妈有件重要的事告诉你，你信不信妈妈？我不觉得4岁的女儿还小，我一直教育她，做人要爱恨分明，做事要公正公平。月月歪着头天真地看我，从座位上跑下来，哒哒哒跑过来，抱住我的腰。月月永远爱妈妈，妈妈要跟爸爸分开了。我忍着哭意，小声说道。我还没哭，她就哭了。妈妈，月月今天睡觉做了个梦，梦见爸爸跟敏敏阿姨在一起了，阿姨打了我，爸爸踢了我，我好疼，我没有家了，我要跟着妈妈。看着她那坚毅的眼神，我恍然，女儿月月也经历了重生，只是因为年纪小，她以为那都是梦。那月月等等，就去江英阿姨家玩2天好不好？妈妈把事情办完，我们就回苏城找外婆。好，我们娘俩互相喂食，享受这得来不易的亲子时刻。我将睡着女儿交给江英，她满脸愁容。样样，出什么事了？我面容冷凝。顾言出轨了，还要骗夫妻共同财产，王八蛋！我就知道他不是个好东西。江英义愤填膺。上周我碰到他去 CJ 商城，看到他买了 C 家的东西，我就知道他那个抠门样，怎么舍得给你买？感情是给小情人。说完就撸起袖子，一脸老娘非撕了他脸的架势。我扑哧笑了起来，轻轻抱住他。你真好，不过这件事我已经有计划了，我就拜托你一件事。他说，你尽管说，是去剁了那个小贱人，还是网上写小作文，帮我把月月送去我妈那，带他们重新租个房子，一定不要让顾言他们发现。我把月月的户口本、身份证拿出来交给他。那你呢？
我安顿好他们就回来找你，你不许一个人。我点头应道：好，送给女儿跟闺蜜。我马不停蹄去找了私家侦探。有钱能使鬼推磨，上辈子收集证据困难重重，就是因为没有钱。而这辈子，我看着卡上一串零，非常安心。我们公司有个分红计划，我每年都会将年终奖投进去。上辈子为了凑首付，我把我的资产信息都告诉了顾言，这一世我可不会做这种傻事了。那上面的钱，顾言不知道。我花了20万，让私家侦探24小时跟踪顾言，拍到出轨信息，加5万。贵的就是好用。我刚离开侦探所，那边的人就已经就位，顾言那辆车就停在丁敏出租屋的下面。登录安吉星导航，将近1年的行车记录全部复制下来。丁敏小号的朋友圈里面大多跟顾言有关，他们一起吃战斧牛排，一起在摩天轮接吻，一起布置温馨小家，俨然像一家人，对外以夫妻相称。甚至还有张碧超单，他写300天，我们有宝宝了，是个男孩，一定会像爸爸一样坚毅勇敢。花了1个晚上，理清了所有的线索，眼睛酸痛，精神却是亢奋的。我的反击开始了。果然整个周末顾言都没回来。周一我带着他妈去过户房产，好在当年他看到我们的产证上写了我妈的名字，他要死要活非要在产证上也写名字，不然还不能直接过户。顾言在签字前还特意出去打了电话，我知道他要打给谁，是他抵押贷款的那个光头，大概是确定只要在规定时间内房子转给我，那债务自然也是我的。他落笔签字的手很果敢。我婆婆有些不情愿将200万转进我的账户，旁边阿姨看到我只卖200万，立马问我，伊藤园的房子才卖200万，小姑娘，你上当了吧？现在市场价要260万了。我笑笑，都是亲戚，便宜点没关系。老阿姨热情地拍了拍我婆婆的肩膀，老阿姐，你这个赚大了，你要不要？不要卖给我，200万是白菜价。我婆婆立马推开她，怎么不要了？肥水不流外人田，房子是我的。她立马将200万转进我提供的账户，备注买房款。老阿姨临走时冲我眨眨眼，我心想，500块的阿姨演技可比电影明星强多了。上午卖房，下午就去扯离婚证。进门前，我拉了拉顾言的衣服，悄悄说：“阿言，我打听过了，现在离婚还要谈心，为了保证我们必须拿到证，你掐我2下，我到时候进去就哭，就说你打人，还爱赌，欠高利贷，我实在没办法才离婚的。你为了补偿，我才净身出户，确保万无一失。”顾言爱面子，有些犹豫不决。我趁机加码，我也是为了能买房。等离婚冷静期出来，政策变化大，离婚要2年才能买房了。正在这时，顾言电话响起，他避着我躲，一边打电话。我现在花盆后默默听着，打开手机，漫不经心地发着微信。顾言声音顺着风传来，依然那么低沉清冷。在办理了，你别催。什么？贷款经理意思必须要结婚才能贷足额，而且现在新政策，读学区房，小孩户口必须出生就落户。好，你别哭，我马上办理。我等找个借口支走他，你等过来，我们把证领了，下午就去付了定金。我勾唇缓缓一笑，对着手机打出：不客气，现在政策紧，你们抓紧时间办理。丁敏本就不是个聪明人，我用贷款经理的名义加上微信，只用2天就让他火急火燎的要去办事。
大约他也害怕顾言跑了，毕竟按他的阶级，顾言已经是上选了。他进门口的那一秒，我问顾言：“你会后悔吗？”他呆怔了下，笑得帅气：“买房有什么后悔的？那就好，那就祝你未来一帆风顺。”我真心实意地笑了。他假意咳嗽了下：“也祝你。”从此我们只剩下你和我。民政局的老师果然将我们各自带进了不同的房间。他坐在我面前，还没开口，我直接哭了起来，露出青青紫紫的胳膊，打起同情战。我们大家都是女人，要不是真的过不下去，谁会想离婚呢？老师难为地看着我：“你手上他打的，出轨、家暴、赌博，还带着我女儿跟小三玩乐，回来孩子就病了。孩子是我的底线，他的那份家产已经输得差不多了。我妈买的房子，他妈也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拿走了。我现在就一个要求：离婚。”老师被我的悲惨经历说得眼睛通红，气愤出去后，不久就拿回了一张纸，上面是顾言的保证书，承认家暴、借高利贷导致婚姻破裂，自愿净身出户。厉害了！那位老师抱着我宽慰我：“别怕，女人要勇敢说不，国家是你的后台。”这回我是真情实意的哭了。这一路的颠沛流离，我撑着，却因为陌生人一点善意溃不成军。谢谢，我能加你个微信吗？老师笑笑：“当然，心里难受也可以找我，我是这里的心理老师，会走出来的。”出来的时候，顾言脸色不太好，刚印盖在离婚证、结婚证上盖上作废，一人一本，从此分道扬镳，以红色祭奠红色，迎来新生。出了门，顾言立马委屈起来：“老婆，刚那几个工作人员好凶。”我指了指结婚那边：“你看那边结婚处的老师是不是喜气洋洋？”他不解点头。一墙之隔，左边在笑，右边在哭。爱情是美好的，不爱了就剩下一地鸡毛了。顾言一直不停地踱步，这是他心虚的表现，我也不戳穿。阿言，怎么了？我与他先问出，他松了口气。我等，还要去接个人，我让他等我下，我先送你回去。他的声音满是愧疚，但他眼梢微微上翘，出卖了他的急切。我可以自己回去的，工作要紧，我不走。他怎么领证？怎么与他人山盟海誓？他目送着我离开，收到私家侦探发的信息，已到民政局。随即是一张照片，丁敏一身红裙，不再是平日里的唯唯诺诺，有种趾高气扬的得意。不过得意在结婚登记处破碎，那边的老师对着他们阴阳怪气：“哟，上午离婚，下午结婚，无缝连接，都没你会连。”顾言一脸尴尬，倒是丁敏一脸愤怒：“我们是来办结婚登记的，合法合规。”刚帮我的老师怒了：“合法合规，但不合道德。”丁敏气得捂住肚子，可怜兮兮看着顾言。最后在顾言的投诉威胁下，民政局勉为其难为他们办理了登记，连最后的祝福语都没说。我收到了2段视频，一份来自侦探，一份来自那位心理老师，还有一句祝福语：“恭喜你重获新生，有需要尽管找我。”我回：“谢谢。”确实，垃圾就该待在垃圾桶里。我用贷款老师的名义在朋友圈转发了许多海城房产的变化。果然不久后，顾言打电话给我：“老婆，绿庭销售说那套房好多人看，我想先定下来，你给我先打50万。”50万，50块都没有。我回：“马上。”然后就扔了手机，坐在咖啡馆里轻抿了口摩卡，看着街道上手挽手的年轻情侣，亲密吃了一个冰淇淋的爱人。爱很美好，但绝对不会牺牲自己。顾言等不及了，电话接踵而至，
语气有些气冲冲。林样，怎么还没赚？旁边还有销售的声音。顾先生，你可抓紧了，这房好几组都看中了。阿言，我忘记了这张卡有限额，我刚急着输密码被锁了。银行说要5个工作日才可以。那房子怎么弄？你卡上不是还有几十万？你先定下来，等我妈钱到了一并打给你。她有些不耐烦。那就先这样吧。他自认为自己已经拿捏住我了，自认为这些年破成功了我。他已经忘了我在商场上是匹恶狼，我曾凭借一己之力拿下了整个华东地区的销售。狼再怎么吃素也不会变成狗，只会因为幼崽而心存善念。我躺在沙发上，随意地翻看着丁敏的小号，果然看到了份房屋销售合同，上面清晰地写着顾言跟他的名字。终于跟你有个家了。然后两手相握，爱两不疑。2个人还去吃了烛光晚餐，红酒牛排夜景，好不惬意。顾言回家的时候满面红光，脚步微微踉跄了下，猛地将我抱住。你喝酒了？我微微皱眉，他一反常态，拉开自己的领带，整个人埋进沙发里。这一刻，那些年的隐忍全都不装了。我默默捡起他的衣服，小声又温柔。我做了一桌好菜，我们庆祝下。顾言很享受我的小心翼翼。我开了瓶高纯度的白酒，桌上是做了焖炖小羊排、韭黄炒蛋、香螺炒肉，还有板栗炖鸡，都是跟牛排、红酒相克的。老婆，今天怎么做那么多好菜？我举杯喝了口白酒。阿言，我们努力了这么多年，总算是房子、车子、孩子都有了，你可千万不能丢下我。我眼角微红，温柔笑意。顾言在我的劝慰下，一杯又一杯。以前我为了他的身体着想，从来不让他晚上大鱼大肉，更别说白酒了。去年他的体检报告胃指标不好，医生说要好好养着，不然容易诱发癌症。从那天开始，家里的餐桌上都是健康食谱。他吃素，我就陪着他，为此有些闷闷不乐。这一年他借口加班，跟丁敏2个人肆意享受，那我就给他多加一把火。后来的几天，他回家的越来越晚，我从丁敏的朋友圈看到他们吃美食，分享美酒，我就给他送各种汤，量身定制菜系。我看到丁敏朋友圈有人愿意做免费保姆，我也乐得享受。我轻轻笑了，他爱喝就好。顾言还没拿到钱款，自然还是愿意哄着我，我也乐意跟他演戏，每天变着花样给他送吃的。他回来我就会给他做好吃的，顺便来瓶白酒捧着他。他问钱，我就推脱银行还没处理好。为了不让他起疑，我还赚了1万给他。我最近借口身体不舒服，跟公司请了几天假期，彻底不管丁敏手上那个项目。直到某一天，他电话打开，哭哭啼啼：“林姐姐，你快回来，项目出问题了。”项目出问题，那是必然的。他一个大专生，平时要不是我兜着，项目早就黄了。我马上回来。到公司时，周围人看我都窃窃私语，眼神怪异。我冷冷一笑，看来该来的还是会来。刚进门，丁敏就跑了出来。她长相寡淡，眼角天生微垂，看上去一副林妹妹的姿态，确实很容易引起男人的保护欲。林姐，我真不是故意打错合同的，我真的是看错了。她把报价300万的合同多打了1个0，300万变成了3000万，这哪是小错误，这简直是逆天大错。老板秦放面色不愉，林样，进来。他是我大学学长，那年我面试，正好碰到他创业，与他理念相合，一拍即合下。我跟着他从无到有，可以说我与他相辅相成。8年，我从小职员做到了市场总监，
凭的不是情分，是实打实的能力。哪怕上辈子被人造黄谣，工作失误，秦放也只是让我回家休息，甚至在女儿月月的官司上，他也是能帮就帮。秦总，秦放身材高挑，站在窗边，俊眉拧着。林样，这件事你不用替丁敏求情，他能力不足，造成公司损失。我笑笑，我没打算替他求情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我不背锅。秦放的眉头松了下来，总算不糊涂了。上次我跟你说的苏城项目，你考虑的如何？我愿意去。上一世，为了顾妍和女儿，我放弃了苏城项目，拒绝成为合伙人。我们双手握住，合作愉快。林总，合作愉快。秦总，出门前，我冲他笑了下。你让保安都上来，等等，我可能要揍人。我在秦放一脸的错愕下走了出去。经过茶水间时，与我一向不对付的事业二部的富强正跟组员在闲聊。这回他带的实习生出了事，苏城项目必然是副总监你的了。富强挑眉一笑，这可不一定，他毕竟是秦总的人，他的组员睡出来的关系。听说她跟老公离婚了，就是因为外面搭上我们秦总了。两个人早就睡一起了。几个男人讥笑着，身材确实好，不知道多少钱能睡到。你以为你是秦总，人家有钱有颜，你有什么？我活好，嘿嘿嘿。我觉得非常荒唐。推门而入，我与他们四目相对，我震惊道：这是真的吗？我都不知道。富强打马虎眼，我们闲聊闲聊。这怎么能是闲聊？我都不知道我离婚是因为跟秦总睡了。我的声音很大，吸引了周围同事。丁敏第一个跑了过来：林姐，你离婚了？嗓门很大，就怕别人听不到。我用力拧了把大腿，狠狠甩了他一巴掌，指着他的鼻子哭起来。我离婚不是因为你吗？你把我老公睡了，还怀了孽种，逼着我老公打我。我们上午离婚，下午你们就去领证了。我拉着他的领子，对着他的脸左右开弓，边打边哭。这个单位只有你知道我离婚了，连秦总都不知道。你故意要让我颜面尽失。在他还没反应过来，我拿出手机报警了。我报警，我被人造谣，我还被人打了。秦放出来的时候，听到我哭着说完事情经过，富强那几个男的脸色惨白，接连否认。秦总，我们就是嘴碎，都是听别人说。秦放不怒自威，别人是谁？几个人开始狗咬狗，一个说有聊天记录，从事业部二部到财务，再从财务到后勤，最后保洁阿姨出来，抖抖索索地指着趴在地上的丁敏，是小丁说的。那天我听到他厕所打电话出来看到我，他就让我千万保密，说林总监后台硬，有秦总撑腰。原来造谣的尽头还是丁敏，只是这一世天时地利人不和，我不再隐忍。我拉着秦放的袖子，哭得不能自已。秦总，我自认对他不薄，他勾引我老公，还教唆他打我，我都不想为难他，但我不能忍受你跟我被一起污蔑。秦放，查，必须好好查。警察来了，将所有的人都带回了派出所。顾妍来的时候，她满脸懵逼。我婆婆早就被我送去了云南，算算时间，应该差不多要砸镯子了。顾妍看到我丁敏脸上的乌青肿胀后，没有上前。丁敏委屈喊他：妍哥。顾妍装模作样跑到我身边：老婆你怎么样？警察一脸惊愕，大概也没见过他这种不要脸的。我挥舞着手臂，大喊道：不要打我，我都听话，离婚了，你别打我了。老婆你在说什么呢？他听完警察的叙述后，眼睛都红了。我没有打林样，我跟他是假离婚。我趁机拿出他跟丁敏的结婚证。假离婚
还能真结婚吗？警察看完我出示的证据，对他的态度更差了。林漾，你耍我！他冲上来要打我，我不躲，硬生生挨了他一巴掌。他的双掌掐着我的脖子，眼球充血，他想杀了我。我的鼻腔里有鲜血涌出，不痛，我甚至有些兴奋，恨不得他再来一巴掌。可惜被警察拦住了。整个派出所愤怒了，居然有人在这里使用暴力。警察也不客气，直接上了手铐，啪嗒，直接将他铐在了椅子边。警察姐姐给了我冰袋，我讷道谢，小心翼翼。林小姐，有什么我们能帮你的吗？你如果要告他，我们可以拘留，提告故意伤害罪。我拿出离婚协议，他到现在没付我一分抚养费。丁敏一看，立马站了起来。他是月月的爸爸，他要坐牢就留案底了，对月月也是影响。而且你们的协议是假的，是为了买房子才会这么写的。上面有民政局的公章，还有一份他在民政局写的认错书，都在里面。我冷静地将所有的东西拿出来。我是知法守法的人，我们是真离婚。包括微信记录、开房记录、购物清单、买卖房清单，还有还款证明、欠条。警察同志，我与他在一起12年，我为他们家修祖坟，供他妹妹读书。我名下的房子是我妈妈出资，贷款由我还。市场价250万的房子，我只要了200万，没有占他一分便宜。作为过错方，我只要女儿。抚养费也是按照他工资的20%，一次性付清，是我不想再跟这个人渣有任何过往。所有的证据显示，我没多拿顾妍一分一毫，甚至这些年，我尽到了一个妻子、媳妇、母亲的所有责任，是他负我。我无奈地笑了下，只要他一次性付清所有抚养费，我可以不告他。从此我们路归路，桥归桥。顾妍被控制住，他整个人愤怒，手铐哐哐响，我就站在一边，面无表情。丁敏跪在我面前，抱住我的腿：“林姐，都是我的错，你别逼他，你宽限我们2天。”玩道德绑架，我也开始失控大哭，把周围人都吓了一跳。我林漾一心为家里，生生熬出了白发。我女儿因为他妈早产，我生活中被搓磨时，她跟小三在喝红酒吃牛排，我嘴唇发干，只舍得用几10块的润唇膏。她给小三买上千，买包买车，为了小三和肚子里的儿子，她抛弃了我，违背了我们的誓言。丁敏面色惨白，冷汗从额角落了下来，她捂着肚子猛地扑过来，眼神凶狠。我能让他碰瓷？当然不能。我顺势一口气哭岔气，整个人倒进了警察怀里。丁敏摔倒在地上，我紧闭双眸，一动不动。严哥，我肚子好疼。丁敏哭得嘤嘤，好多血，我的孩子。顾妍也在拼命喊敏敏。周围一片混乱，我安心地躺在小姐姐怀里，躺上了救护车。10几天的高强度计算，让我在车上真的晕了过去。再醒来时，是被电话吵醒的，上面来电显示来自云南。我挑了挑没接起，是我婆婆那独特又刺耳的声音：“小样，我打不通顾妍的电话，你来一趟云南。”我好笑：“顾夫人，怎么了？你疯了？叫我顾夫人。”电话里传来小王的声音：“姐，我是小王，你婆婆砸了我们购物城的玉镯子，总价值40万，得赔偿。她不肯，要你拿钱来云南。小王啊，那个已经不是我婆婆了，我跟她儿子已经离婚了，手续全部办完了。我婆婆还在怒骂：林漾，你是皮痒了？我让顾妍不跟你复婚，赶紧拿钱。”我哥哥笑个不停：“复婚？他现在在牢里，我还嫌弃他拖了我女儿的后腿。”什么？我趁机挂了电话，
给小王发了条微信，他出去带了张他儿子的信用卡，额度50万，够赔偿的了。我跟他们没关系，以后别联系了。小王很懂事的给我发了个 OK 表情包，我将我婆婆的电话、微信全部拉黑。后来警察告诉我，丁敏的孩子没了，她喝保胎药，平时饮食又大鱼大肉的，大夏天还吃羊排热性食物，导致流产后出血不止，清宫不干净，感染了，以后都不能怀孕了。挺好，一个骨子里清贱的人，还是不要有后代的好。如果是个儿子，又是一个顾言；如果是个女儿，又是个悲剧。我在花店买了束香水百合，走进病房，丁敏面色枯槁地坐在床头。我将花插在花瓶里，拿起旁边的刀给他削苹果。许久，他才看见我，声音嘶哑，眼神凶狠。林样，你的一切应该都是我的，我的一切都是我凭实力赚来的，我不需要靠男人。我读书成绩优秀，为人正直，我的父母教我作为女孩自尊自爱，我的三观不留瑕疵。如果你们光明正大在一起，不来算计我，我绝对不会主动招惹你们。可是我明明做梦做到了，我会嫁给他，我们有个大房子，还有一个儿子。他摸着肚子不停喊着儿子。我叹息，其实你也有机会摆脱吸血的原生家庭，是你自己放弃了，选择了捷径。病房外冲进来几个男女，男的一个飞身拉住丁敏的头发，扇了他一巴掌。贱胚子，彩礼不拿回家，敢跟人领证。敏啊，听说男的很有钱，你给弟弟20万吧，他要娶媳妇。姐姐，你真蠢，怎么白白给人睡了？哭声叫骂声混杂，医院保安冲了进来。我用纸巾将刀擦干净，轻轻地插在苹果上，放在床头，默默退了出去。踏出医院门口，外面警笛响起。听说了吗？那个5楼妇产科杀人了，女的把弟弟捅了。我抬眸看看天，阳光从云缝中透出来，照在我身上，很暖。后来顾言通过警察给我打了150万，请我写谅解书。我写了，他毕竟是月月的爸爸，我不想他留案底影响我女儿的未来，更何况他也没几天好日子可以过。跟他闹翻之前，我带他去做了个体检，报告刚拿到，上面显示癌症指标翻了5倍，胃部出血，有炎症，轻度肝损伤。他说被判林样，不得好死。这下不就应试了？人呐，还是不能随便发誓。后来顾言一直想要见我，我都拒绝了。谁想看见他？他发来一条条短信，感情充沛。小样，我最爱的人是你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吧。我只是犯了男人会犯的错误。我把老房子过给你，我们一家人好好的，我们复婚好不好？我直接将他拉黑删除。私家侦探尽心尽力，在合同期内仍然24小时监视。后来他告诉我，顾言他妈被人从云南押了回来，原来他砸了40万手镯后，刷卡付清后看清是顾言的卡，当场反悔，撒泼打滚，一脚踹飞人家老板放在门口的招财白菜，市场价50万。他傻眼了，被那些人从云南押了回来，毕竟他的名下还有套250万的房子。顾言为了不坐牢，他民间抵押贷款又借了100万，才付清我女儿的抚养费。新房子的定金打了水漂，他去闹退款，直接被保安赶了出去。没有办法，他把房子挂到网上，结果他妈去了趟云南，直接100万。丁敏用刀刺死了他弟弟，自己也精神崩溃，被送进了精神病院。顾言焦头烂额下，想到了我又不是冤种。私家侦探美滋滋地拿了剩余款项，对我竖了个大拇指，牛。临走时，私家侦探笑言：
再告诉姐一个好消息，顾妍被高利贷打了，当场吐血送医院。医生说他胃里的肿瘤被打破了，本来良性的肿瘤，这下直接没救了。我笑得眼泪花都挤了出来，连老天都不想他多活几天。我收拾好所有的行李，秦放送我到机场，他右手插在口袋里，有些装逼。林样，一路顺风。我笑笑，将私家侦探给的资料递给他，摊摊手，作为合伙人，我可能还要坑你一次。他晃晃档案袋，乐意效劳，以后可不要了。档案袋里是关于顾妍私下贩卖公司个人信息。飞机落地苏城，月月牵着我妈的手，看到我的身影时，飞快地向我扑了过来。我一把抱住她，亲吻着她红润的脸颊。妈妈，月月好想你，我喜欢这里，喜欢外婆，喜欢外公。我们不走了好不好？好，永远不走了，这里就是我们的家。晚上，我抱着月月，给她念童话书。最后，小王子终于找到了他心爱的玫瑰。月月抱着那只玩具熊，吻了我一下，又吻了小熊一下。妈妈，月月又做了个梦，她期待着看着我，我配合她。是美梦吗？是美梦。小熊说，他一不小心犯了个错，月月应该跟妈妈幸福一生，所以他为了纠正错误，拨动了时间爷爷的时钟，这样妈妈就会跟月月永远幸福。我怔愣地看着他举起的玩具熊，那个熊是我在怀孕的时候一点点缝制而成，熊心脏的地方是我求的平安玉，祈愿我的女儿健康平安，喜乐顺遂一生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